在战场上，什么样的武器最受士兵的喜爱？那火力军一定给便携式重火力投上一票，尤其是那些打完就扔的。近期，美国陆军前线的士兵就将获得一款性能优良的单兵武器，有着单兵小火炮之称。这款新型反坦克火箭炮为何能受到向来挑剔的美军喜爱呢？今天火力军就来聊一聊来自瑞典公司的 M3E1 新型无后坐力炮。自从装甲车辆诞生以来，各种针对装甲的反装甲武器就随之发展起来了。在一战时期，美国戴维斯利用配重物平衡发射原理发明了无后坐力炮。等到了二战时期，无后坐力炮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了。虽然在发射方式和弹药形态上与传统火炮一致，但在发射后，由于减少了后坐力与制退器，所以炮管压力要比一般火炮小。无后坐力炮有着诸多优点，非常适合特种部队、伞兵以及山地作战单位使用。而在火力上，无后坐力炮的射程比较短，但可以凭借附加的战斗部对敌方目标造成极大杀伤。不过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有的无后坐力炮在发射后尾焰过大，非常容易暴露阵地位置，再加上尾焰伤害力大，因此绝不可以在狭小封闭的房间中使用，否则会对发射者造成致命的伤害。后来无后坐力炮败给了火箭筒与反坦克导弹，是因为当时的无后坐力炮普遍存在重量大、不易携带以及精度低的问题。就像 M3 古斯塔夫的重量就达到了14公斤，远超普通火箭筒的重量。除了重量大以外，面对越来越坚固的坦克装甲，无后坐力炮也越来越无力，打击效果很难与反坦克导弹相比。可以这样说，美国之所以减少无后坐力炮的装备，是因为这种武器已经不再符合美军作战需求。冷战时期，美军地面部队面对的是苏联钢铁洪流，无后坐力炮难以对其造成威胁，最终只能被火箭筒与反坦克导弹取代。然而近年来，美国又开始重视这种武器了。此前，美国陆军装备的是瑞典 M3 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这是一款80年代定型的武器，专门针对大幅加强装甲防护的第3代坦克，射程达到1000米以上。比起原有的 AT4 反坦克火箭筒、MK153 肩射多用途攻击武器以及 M72 轻型反装甲武器500米左右射程多了1倍。美国陆军试验性的采购少量 M3 无后坐力炮，以及空心装药破甲弹、杀伤弹和发烟弹等，在战场广阔的阿富汗能够提供更加直接的火力支援，免去等待炮兵与空中火力支援的时间，主要是用来打击城镇中的敌军火力点，兼顾据点攻势目标。M3 在实战中的优异表现，征服了向来挑剔的美国陆军。M3 全长仅 1.065 米，战斗空重 9.5 公斤，特别适合单兵携带，并且性能也非常优异，配备多种84毫米火箭弹种，在杀伤有生目标、打击坚固据点攻势时非常顺手。相比之下，俄制 RPG-7 反坦克火箭口径仅为40毫米，威力不如 M3， 重量也只轻了1公斤。但即便如此，随着战场的变化， M3 也逐渐难以应对美军作战需求，于是美军便希望能获得更加先进的无后坐力炮。2014年，瑞典推出了 M4 新型反坦克火箭。M4 重量仅有 6.7 公斤，就算加上弹药，战斗权重也只有11公斤。相比之下，俄制 RPG-7 火箭筒装弹之后，通常会达到13公斤。采用新型碳合金制造的无后坐力炮管，是 M4 成功减重的主要原因。在长度方面也是如此，炮管外壳还使用了碳纤维材料， M4 总长度也减到了1米以内。弹药可以装入发射筒内，而 RPG-7 火箭筒弹药的前半部分由于超口径设计突出于发射口前方，从便携性上来说， M4 无后坐力炮要比 RPG-7 火箭炮更好。虽然重量变轻了，但 M4 的火力并没有减弱，反而变得越发强悍。2017年，美军高层批准了引进 M4 的计划，编号为 M3E1。据悉，这一台合同价值约为8700万美元，累计采购大约1000套无后坐力炮。首批无后坐力炮在2021年进行交付。M4 无后坐力炮的瞄准也很简单，在使用智能瞄准具的情况下，美军士兵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这款武器的使用技巧。
一旦美军现役部队接收完 M4 后，就可以利用现有辅助装备，帮助士兵更快更准地打击敌方目标。M4 无后坐力炮的口径与 M3 相同，依旧是84毫米，主要发射84乘246毫米制式无后坐力炮弹。与俄军 RPG-7 火箭筒相比， M4 拥有碾压式的优势，能够装备多种弹药，包括高爆弹、破甲弹、攻坚弹、发烟弹以及照明弹等。可以根据不同任务需求选择合适的弹药。在装备破甲弹时， M4 可以在250米的距离击穿900毫米的军制装甲。尽管这样的性能并不足以对抗各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但在打击轻型装甲目标时， M4 的威力完全足够。先进的武器装备需要不断进行完善。那么，在不影响操作简单的前提下，如何获得更高的射击精度、更远的射程以及更强的杀伤力呢？瑞典萨博公司给出的答案就是增加一种新型高爆弹药与一个改进型火控装置。当它们组合使用时，弹药会向火控装置提供弹药类型、发射药温等信息，同时还会获得目标数据和引信设置参数。火控装置会根据这些信息自动计算弹药，并考虑装备的弹药类型、发射药、环境温度以及目标信息，并为士兵提供弹道信息。这一切都可以通过 M3E1 无后坐力炮上所装备的火力枪机的双向通信接口来实现。对于经常打局部战争的美国来说， M4 简直是为士兵量身定做的。在解决完无后坐力炮的精度问题之后，作为一款正义的火炮， M3E1 的火力持续性和消费比明显高于火箭炮与反装甲导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军的作战成本。美国自2020年开始与瑞典萨博公司签约，将采购2460条 M4 无后坐力炮，并且还将大幅增加新型 HE-441E 炮弹的储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新型 HE-441E 炮弹是萨博公司开发的多功能炮弹，可以通过程序进行控制。士兵可以通过保险设备来选择攻击模式，如空爆或者撞击等，来完成破甲、破障以及人员杀伤等不同任务。再搭配新型 FC-135RS 火控系统，射程可以达到1500米，将大幅提高 M3E1 小组任务弹性。在射程方面， M4 无后坐力炮远超俄制 RPG-7 火箭筒，对装甲目标的最大射程超过400米，对建筑工事的射程超过700米。相比之下， RPG-7 火箭筒对装甲目标的最大射程只有200米，对建筑工事的最大射程也只有500米。在射击精度方面， M4 的弹药在发射后的飞行过程中稳定性要好很多，而 RPG-7 在飞行过程中还需要依靠可折叠弹翼与平衡杆来保持稳定，非常容易受到横风的影响。M4 可发射多种弹药 ，HERT-751 破甲弹、HERT-551 破甲弹、HEDP-502 高爆双效弹、HE-441B 高爆弹、ILL-UM-545 照明弹、ADM-401 闪光线弹。对付装甲目标可以使用2种弹药，一种是 HERT-751 串联高爆破甲弹，有尾翼稳定及火箭推进，有效射程为500米，穿身500毫米装甲，重量为4公斤。另一种是 HERT-551 高爆破甲弹，对付大型固定目标的有效射程远至700米，对移动目标则是400米。对付杂质军制装甲时的贯穿深度400毫米。在对付步兵的时候，可以装备 HEDP-502 高爆双用途弹药。对付分散的软目标时，使用机械瞄具的有效射程为1000米，对付固定目标时为500米。而 RPG-7 火箭筒最初只有反坦克火箭炮，后来才逐渐增加其他弹种。最后，在光电瞄准系统、火控系统、人机功效、发射寿命以及弹药智能化等方面， M4 无后坐力炮都要比 RPG-7 火箭筒要更出色。当然，没有完美的武器， M4 也有一些缺点，比如瞄具携带时容易被碰歪，保险不是很牢靠，不能膛内带弹携行，无法快速下车发射。最大的问题是巨大的后效，发射时的高压会把后方碎屑吹飞，人员处于后方喷火区中心位置，有可能会造成烧伤。噪声和超压对炮手有杀伤力，会损伤士兵听力和肺部功能。此前，萨博公司宣布与挪威军方签署合同，将为其提供可编程炮弹。
这是一份为期15年的框架协议，将为挪威军方提供 M4 的配套弹药，其中就包括 HE448 可编程高爆弹。与美国所装备的 HE441 弹药相比，新型高爆 HE448 是一个重大改进型，用途同样是对付敌方步兵、分散的机械化步兵以及普通车辆内的士兵。射手可以直接选择 HE448 的引信，包括可碰炸模式与空爆模式。在空爆模式中，射手可以设置时间引信，使其能够在目标上空引爆，以最大程度杀伤敌方人员。HE448 将射击精度、射程以及杀伤效果都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通过小型机电引信取代了 HE441 所采用的机械引信，可以减轻炮弹的重量，从而获得更高的射击初速，缩短飞抵目标的时间，从而提供射击精度与射程。HE441 射程约1300米 ，HE448 的射程达到1500米，预制破片类型也有所改变。HE441 拥有800颗钢珠，而 HE448 拥有4000颗乌球。更多的预制破片意味着 HE448 拥有更大的杀伤半径，即便是穿着防弹衣的士兵，依旧会被高速乌球杀伤。另外 ，HE448 重量仅有 2.5 公斤，比 HE441 轻了 0.5 公斤。这对于前线士兵来说是个不错的减负。在2022年的一个展示活动中，萨博公司在多个国家代表面前进行了实弹射击表演，包括士兵肩扛 M4 无后坐力炮发射 HE448 的环节，展示了新型可编程高爆弹的性能。同时在展示活动中还展示了一种名为 FCD558 的新型火控系统。HE448 可编程高爆弹能通过火力枪击与 FCD558 火控装置进行通信，从而完成弹药的编程工作。当 HE448 与新型火控装置 FCD558 结合使用时，可以让 F4 达到最佳效果。FCD558 将成为 M4 的标准火控系统，可以通过皮卡丁尼导轨轻松安装标准光学瞄准镜，而此前采用的是全机械式火控，需要以 HE441 所装备的机械引信设定空爆距离，从而达到杀伤敌方目标的效果。而 FCD558 可以通过 HE448 的机电引信直接对膛内弹药进行通信，获取弹药的详细参数，同时对空爆距离进行设定。FCD558 火控装置与 HE448 高爆弹药的组合，可以大大减少射手的工作量，同时还能提高战术灵活度。使用 FCD558 上的控制装置，射手可以选择攻击模式，并在射击前将设定以电子信息的方式发送到炮弹的机电引信。而且 FCD558 的弹道计算机也能根据炮弹机电引信提供的弹药类型、发射药温度信息以及射手提供的射程、作战模式，从而计算出最佳攻击弹道。另外 FCD558 火控装置还能发射老式弹药，同样 HE448 也可以使用老式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发射，只不过无法实现空爆模式。事实证明 CD558 与 HE448 这种能够通信的弹药结合使用非常有效，具有火力枪击双向通信功能的其他新型弹药已经在设计当中，甚至可能会对老式弹药进行升级，以实现 FCD558 火控装置的优异性能。你说这样一款打完就扔火力还强大的武器，哪个国家能不喜欢呢？你们觉得还有哪些火力军没有发现的好武器呢？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